王老师还是有点腼腆，然后有点稍微有点不自在，就可能平时不习惯，因为这个一直有镜头，还有话筒，所以只能偷拍。就这这别 GoPro， 别 GoPro。那我等会儿问王老师，我举杆行吗？我说我举杆，我来拍，我来录行吗？都是我的主观，行吗？今天其实我刚刚开始见到他，跟他录节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其实稍微有一些不自在。然后其实我也紧张了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办？因为一般在一个节目里，或者说在一段对话中，都是有其他的人在引导我。我和他性格其实挺像的，但是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一个比我更加社恐的一位男艺人。它这个会有色差吗？哦，这个不会有色差。这就特别容易皱，这个就不行。不要，这太薄了。这个定。条纹的。条纹的藏蓝的。拍一下，这个可以多铺点。非常纹的好。我是一个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社交的一个人。我其实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说我对于社交的方式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从小也不太懂得怎么去接触别人，怎么去交朋友。我觉得交友都靠缘分。他是我最喜欢的华语歌手之一，我的歌单里很多毛笔的歌，且就是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毛老师经常深夜发文，就是发一行文字啊，或者说发出一个问题，具体问谁的也是不知道的。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艺人，我对他的好奇心其实都是还是蛮强的，就他到底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中的某些什么样的经历，使得他能写出我非常喜欢的这些歌和歌词。之前跟飞宇算是认识吧，长得挺帅的，然后家庭好像背景非常好。我感觉他应该是比较积极乐观的，然后可能比较好动。总共就通过2次微信吧。你觉得你们算是在朋友圈里陌生人吗？算，实话实说是算的。Hello， 哎呀，真漂亮呀 Hello， 你怎么样？你说我好安静啊，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都清出去了，全都不在了。坐吧。好呀，你在干啥呀？啊？我说你在干啥？没干啥，我刚刚化完妆。你坐这儿，咱俩坐一块儿。哎，起得挺早，今儿。你起得早吗？还行，还可以。好呀。你瘦了好多呀，发现。是吗？有点儿，真的瘦了。你也很瘦啊。我但我看你之前也胖过，是不是？我胖过。后来怎么瘦的？我记得我到16岁的时候，我还200多斤。哦。然后后来就一直减肥节食。是自己主动减肥？对。我现在也瘦了。现在很瘦，比前段时间瘦。那你现在跟以前吃东西习惯也不一样了吧？不一样了，肯定不一样了。最近就是刚拍完一部戏嘛，拍这部戏过程中就减一下肥。行。你最近忙什么呢？最近在弄专辑，出新歌了呀。到时候要听一听。期待。真的。好呀。你是不是不经常做这种？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经常。是吧？你习惯吗？现在？习惯多了。对，比前2年习惯多了。人太多了，现在。得假装没有他们，但是其实挺难的。就是拍戏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得做到。拍戏是不是人比这还多？多，非常多。这个应该是能够支持拍摄的最少的人员配置了和人数。那你觉得拍戏你更加习惯，因为你还是有一个角色，
那如果是这个，就是你自己暴露在这么多人面前，你会不会有一些？其实我就是你说这个，其实我有一特大的感受，就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不用演，就是你自己就行了。平时可能也不像工作时候那么累吧？不会，你还是自己有很多的业余生活，其他的活动。业余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就我不爱出去玩，就我也，也没什么朋友，也不太会社交，就是真的啊，就是不太擅长社交这件事儿，所以也不会就是说每天出去，我顶多出去就吃个饭，溜达溜达，就不太会组织。对我也是，我就想说出去玩什么？玩什么？什么是玩？对，还是从小吧，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吗？对，咱们的饭来了。哎呀，啥呀这是啊？谢谢。这个吃的是你平时会吃的吗？应该不是，我平时吃的很素啊，就少油少盐。是。呵，我把东北菜我那么丰盛吗？你平时唱歌要注意嗓子吗？就是保护嗓子。应该注意，其实每个人习惯也不一样。他是有的人是上台之前或者是唱歌之前不能吃饱了会唱不了，有的人是一定要吃饱啊，有的人还得刷牙，就是唱歌之前还得刷牙，有的是必须得吃米饭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吃吧，坐快坐。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在剧组朋友们一块聚着吃饭嘛，确实啊，就是没有恭维的话啊，就是我问他们，就是说听谁的歌，确实就是听你的歌居多，真的。嗨，你在采访吗？来，没有采访，来宝宝，这是包宝。啊，你好，文思博，毛老师，你好，毛毕老师。放在这儿，你先吃。好嘞。这个三明治，千万别拍我穷的，这个特别好吃，这个。谢谢，大老远去买的吗？谢谢。然后这个也是。不要往这摆食物了，实在不好意思，这吃不了。那我们搁这儿，吃不了，你放上你吃。你先踩吧，一会儿下来拍。好嘞，等会儿见。吃点吧，我有点饱了，其实。他们就是包括特意去买的。是呀，一会儿吃饿了再吃。吃一口，没事，吃一口。你写歌有什么方式吗？随时有想灵感或者什么的，就记下来。但是真的，如果把它总结成一首歌，还是要一个整段的时间。然后是，我觉得要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想，不能有别人。挺私人的一个事儿，对吧？对。我最近就是将近有1年多时间，我在做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这件就是，挺好看的。这个裤子，都是。其实跟你写歌一样，就是必须得自己想半天，才能落笔，把一些设计元素，还有就是这件衣服上该有的、该呈现的，甚至这件衣服想表达什么都写下来。那想表达什么？现在是这样的。这个这个特别好看，这上衣。因为我每一件衣服其实后面都有2根绳。绳子其实就是象征着最简单的就是连接，连接和就是关联，其实就是想表达就是个体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品牌。它叫集合个体。对。怪不得。所以就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还挺酷的。到时候给你留。好呀，这件我就挺喜欢。行，可以。要换衣服了是吧？
好的，那你先换，行，把这个拿。那我先尝尝，这些别浪费，大家都给它吃了吧。啊，大家都给它分了吧。你先换衣服吧，然后行，我先换衣服，那个啥，我先换衣服。你们可以都一起。看点衣服。要不要合影啊，毛老师？来啊，那来啊，我们这个叫留念，那就不能叫拍照。洗出来给你。好呀。再把它抬一抬，对。人太多了。要不要看一看？我不看，我看不懂。是换下一套了吗？休息一下，我们把衣服拿上。好呀。我们跟飞宇都认识6年了，真的啊？看得出来关系很好。是真的朋友。是的，是的。但是他人都挺好。是的，看得出来。我刚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刚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会比较话比较少。毛老师还是有点腼腆，然后有点稍微有点不自在，就可能平时不习惯，一直有镜头，还有话筒。有的时候有镜头吧，就有点拘束，就是确实觉得就不太好说话，所以只能偷拍。就这别 GoPro 是吧？别 GoPro。其实身上都藏着呢。那我等会儿问毛老师，我举杆行吗？我说我举杆，我来拍，我来录行吗？都是我的主观，行吗？今天其实我刚刚开始见到他，跟他录节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其实稍微有一些不自在。然后其实我也紧张了一下，就是我要怎么办？因为一般在一个节目里，或者说在一段对话中，都是有其他的人在引导我。因为我也是平时也不是那种就是说主动会和人找特别多话题去进行一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和他性格其实挺像的，但是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一个比我更加社恐的一位男艺人。王老师，走吗？走呗，去吃饭了。吃饭呗。走。哎，你穿这不冷吗？我不冷，没事。走吧，下楼吧。小心啊！无不无聊，在这待了一天。还行，玩手机了。你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的吗？对，我就是北京人。那你口音不是特别重，还是以前重？那是因为根本没跟您说北京话呀，说普通话平时。啊，家里也得说。你演员不可能那你也不是一出来就是演员的，你还是对。但是从小就没有特重的北京口音。哦，可能演一上来都跟您说这话。你爱逛街吗？你不爱逛街？不怎么爱逛街，就是今天必须得买一个什么东西才会出门。好累。我说今天啥也不买，纯逛。纯逛不行。那逛啥？去哪儿逛我都不知道。我就爱逛。你逛去哪儿逛？瞎逛。哪些地方？三里屯。真的有的时候一家店都不会进。哎，我走着走着就会累。好累，缺乏运动。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现在的天空的颜色，蓝的，就是傍晚，但是天空特别干净的时候。这个挺迷呀，这地方。这是顶楼晚餐吗？哎呀，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长得是帅的？啊？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长得是帅的呀？
从小就知道，还是后来越长大越发现？小时候人家都是夸你可爱，说这小胖子挺可爱的。从小胖，从小胖，特别胖。谢谢。哇，谢谢。我那么多底料，那你说多少油？那你吃多少肉？我也好呀，我也想拍照。哎，是您亲自炒吗？哦，那我们能拍张照吗？可以。好的。没有，小孩就是夸可爱，就是觉得说你这小朋友挺可爱的，长得也没觉得说什么你有多帅什么的。我现在也没觉得自己帅，这就有点假了。真的没有。但是其实我最后才发现，其实你说形容一个男生可爱是最厉害的词儿，是吗？是吗？是吧？可爱。你觉得他帅吗？帅呀！你觉得他是说自己是普通人，你想不想翻白眼？想。确实是普通人。我看你有时候半夜发朋友圈，啊，那些朋友圈都是在什么状态下产生的？喝不懂，喝酒，喝多了，有感而发。就是喝酒。会写歌吗？你喝多了？有的时候会，就觉得我现在太多想法了，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灵感涌现，真是连贯不行了，我第二天早上一看，啥呀？写的是，我的妈，想死，就不是人话说的，自己都看不懂啊。当时觉得写的特别好，我真有文采，我想法真独特，第二天早上一看不行，走一个，好呀。你有没有那种一辈子忘不了的事儿？有吗？一天吧，就是一个特别确切的日期。那好像没有，你有吗？生日吧，你生日咋了？我09年生日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演戏，那时候你才多大呀？9岁。我00年的，第一次经历在剧组的生活嘛。之前都是看，第一次就知道了，就是做演员有多辛苦。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吗？还是没有喜欢？没感觉。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说要做这个行业的？16岁，其实。演完第一部戏以后呢，就感觉自己其实非常享受在剧组的做一个演员的生活和日常。虽然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表演，做演员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模糊的有一个概念了，就是说我以后一定要做演员。演员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首先我很敬畏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做演员就在于塑造生命。哎，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不用你们演的，我们有的看的电视剧都是，对，看完这个电视剧怅然若失那种感觉。对，你就感觉自己体验了，离开了那个故事，离开了那个世界，非常舍不得。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就是我去年9月底在横店拍完了一部戏，我对这个角色有其实特别深厚的感情。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杀青其实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杀青的那一刹那没有哭啊，同组的演员也都是大家也都很开心，终于杀青了，你终于完成你的戏份了，恭喜你。当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天都快亮了，我就走到我们酒店后门一条小街上，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自己在那哭，我就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那个哭是出于什么呢？你知道我特别二，就是我当时我还得说出来，因为我身边其实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我哭是因为第一我特别开心，就是我完成了这个角色，因为这部戏拍的特别不容易，
我说我很开心，没有人能再碰这个角色，他实实在在的属于我了。另外一方面，我说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哭，我觉得特别伤心，我觉得我舍不得这个人物，这人物和我是同一天生日。对啊，人物都有自己的生日，人物有自己的生日，他是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嘛，就让你更加有代入感，更加有信念感，就是好像我自己确实，在我自己的生命中确实应该饰演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这样？没事。哇，你吃东西很文雅，你知道吗？我吗？你很帅，我这个不是贬义的啊。明白。我发现，尤其是你们啊，就是长得好看的，就特别不喜欢人家说你好看，你就觉得这好看就是，啊，好像跟你没关系，或者特简单。我就感觉很简单。其实你说对，是的。你就是觉得这个事儿跟你努不努力没有关系，你觉得大家没有看到你的能力。对于我而言，别人夸我说你很帅，就让我觉得你在跟我说你很高是一个道理。哦，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我此生从来没有，也不能说此生吧，就是很少有人说我长得好，就是长得帅。这个事儿是我非常陌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确实知道啊，就是你可能就外形就这样嘛，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你从小就会有人说你长得可爱，大家从小说我就是很文静。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是脑海里蹦出来的前几个词就是文静。文静，你真的文静，你比我想象的要文静。还好吧，其实。真的。吃这个。谢谢。哎呦，谢谢。你说你比我小这么多，我都没给你加。没事。你吃一个，我看。我觉得他更放松了。今天在吃火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爱吃火锅啊，还是在这样的环境，可能他更加的放松了，就反而就是，和他聊天时间长了，其实就是这尴尬就稍微化解开了一点。你喜欢你现在自己的生活吗？基本上，你觉得呢？我还行。我当然可以更好了。我还是生活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很正常。对，但是一直高兴也没意思。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是。不过他工作性质确实不太一样。有时候就羡慕我身边的朋友，我说你们也不用早睡，你们也不用控制饮食，你们也不用做这个做那个，你不用赶时间。那你身边的朋友可能还是相对在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好的生活状态里。是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因为我知道你家境很好，你介意说吗？介意提吗？这件事？我不介意。所以我就觉得，但其实他们周围的朋友也是一些佼佼者，只不过是不是艺人，或者也是家庭很好，或者也是在自己的事业很有成就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大多数的老百姓。对。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所珍视的东西不一样吧。是，你知道吗？是的，真的是不一样。你自己觉得？可能我原来意识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能意识到的，就是其实家人是最重要的，真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最近对这件事特别的？因为在家时间少了啊，然后能见到父母和我哥哥。你还有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3岁，能见到家人的机会少了。那你们家里人都那么忙怎么办？就只能抽空大家一块坐下吃顿饭，哪怕吃顿饭都好。我做演员以后才体会到那个父母的不容易。你以后也想做导演吗？是。以后也想做一个电影导演。
那你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第一部戏肯定是爱情戏，爱情戏。爱情戏，爱情戏。我觉得爱情戏很美好，你现在觉得你是觉得爱情本身就很美好？很美好，是，它是美好。它是美好。哎，你才21岁，你不要先为你一辈子做打算。而作为一名艺人呢，还是怕啥了呀？艺人怎么？艺人不是僧人。是艺人不是僧人，但是确实嘛。那自由恋爱国家都提倡。你理想中啊，如果就不是说艺人的身份或者啥的，就是谈恋爱，你希望多大岁数开始谈？遇到了呗。什么样的恋爱关系是你喜欢的？健康的恋爱关系。什么叫当然健康的？那你畸形的恋爱关系？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然后互相信任。信任绝对是最宝贵的东西，在一段情感里。那作为你现在，你想多大开始考虑这件事儿？现在真不想这事儿，你还是太小了。真不想这事儿。是，我觉得先立业再成家吧。哎呦，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也岁数也不小了，要碰到就可以。如果你跟一个人直视的话，你跟一个人对视，你能对视多久？我对视不了多久，我觉得演员这点特别厉害。来吧，咱俩试试。刚才没整好，不是不眨眼啊，就是对视而已。对视啊。我觉得当我和毛老师产生共鸣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说到一件事儿，他说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有同感的时候，其实是会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我觉得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清楚的一个人，然后也对自己在做的事情非常的尊重，很有追求。对，他是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的，起码是能够在意这个结果的。其实毛老师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的沉着冷静，然后更加的安静。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我更适合从事艺术行业。他性格更像一个艺术家，他的性格更直接，而且他会告诉你，就是说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他是很真诚的，就是绝对不会因为说我要去迎合你而说一句假话。你明天录完歌想去哪儿？我不知道，我啥想法都没有。后天也没有想法，没有。去唱歌吧。怎么去纯 K 吗？你愿意去唱歌吗？你排斥吗？我不排斥。行啊，那去唱唱歌。去什么？你会吗？那个特别情侣才会去做的事儿。哎，还真是。我说，哎，飞宇，你这做错了，然后从后边，好奇怪呀。你笑啥呀，对吧？你会打桌球吗？台球吗？不会。有没有什么不用会也能玩的项目？我们两个能不说话吗？就在这儿坐着，行为艺术，行为艺术。之后我们发一条朋友圈。好呀。好了，我发完了。